Yo, 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一台车呢，就是我每天都在开的车 ，Honda Civic FE 啊。不过我的是1500cc Turbo 版本，身边这一台是一个2000cc NA， 不过有 Hybrid 系统。刚刚在马来西亚发布一个小改款的 Honda Civic FE EHEV Hybrid。那我们可以在它的门上面看到有写着 The Most DE 的 SICRED LED 的 Select LED。在影片开始前，就要介绍大家一个非常 good job 的 wiper， 就是来自 Droplet 的 wiper。这个 wiper 跟一般你们在外面市面上买得到的 wiper 很不一样，因为这个 wiper 呢，它具备超强拨水功能。相信很多人跟这一台 Faraday 350Z 的车主一样买车那个 wiper 时常是会被忽略的。那么不安全的 wiper 我们就不要了啦。有时候你放在一些大炒档旁边啊，他们炒菜的那个油烟会附着在你的大镜上面，从而让你的大镜上面产生一层油膜。而 Droplet 这个品牌非常贴心哦，在里面附送了一包好像 Wet Tissue 一样的黑科技 Tissue， 可以让你轻松的清理你大镜上面的一些肮脏杂质还有油膜。就算你在雨天开车，不要打开你的 wiper， 只要你的时速超过80公里以上啊，你的水珠就会自动废掉，真的 very good。相信眼尖的观众就有发现这个 wiper 的形状跟一般上的 wiper 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啊，就是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圆弧线条，这个 wiper 是有 aerodynamic 的功能。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会撞风嘛，这个风啊把这个 wiper 顶下去，从而烧水的时候可以有更好更高的效率啦。安装方式非常简单，我们只需要找到相对应的卡扣，然后再把这个 wiper 安装上去，然后再把这个 wiper 呢，沿着刚刚你拆下来的方式安装回去，再把这个盖子盖上去就完成了啦。那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 Droplet 的 wiper 的话，非常简单，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就可以找到一个 link， 点击进去就可以查看属于你们各自车款的 Droplet wiper 的价钱了啦。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回到今天的影片主题啦 ，Let's go。上一部影片我们已经讲解过整台车的 exterior 还有 interior 了，包括这一次小改款做了什么样的改变，还有在小改款过后有什么东西跟之前我的那一款有什么样的差别，都已经分析过了。所以错过那一部影片的朋友，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过去看一下啊。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将会做一个完整的试驾，当然也要非常感谢 Johor Bahru 南马区啊，用命把他们的这一台 Honda Civic EHEV Hybrid 借给我们，可以给我们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做到测试。其实刚才我们已经驾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也是有做了一些分析体验上的差别，所以等下我们上路试驾，再来跟大家一一分析差别在哪里啦。OK， 现在就是要来试驾这一台 EHEV 版本的 Honda Civic RS。Honda Civic 啊，我每天都在驾，我用1年的时间把它驾了35000公里啦。那身边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常驻嘉宾 Jasmine 小茉莉。Hello， 又是我。要买车可以找他，然后后面是我们的常驻嘉宾 Jaman， 然后如果要买机油可以找他们。我们的 Shopee 网店现在不只有卖香水、LED 灯，还有多拍摄，现在还有卖机油，而且这个机油真的 very good job， 因为就是我拿那辆 MyV 啊去跑 MSF MyV Cup 所用的机油，我自己的使用体验真的很赞啊，没有的好嫌弃 ，very good， 价钱又非常的合理，对机油品质有要求的朋友，可是你又不想花多钱来买机油的话，买我们的 Huber 的 Engine Oil 就对了，不止 Engine Oil、ATF 我们也是有 CVT 油我们也是有，什么我们都有。那现在我们来讲我们这一台 EHEV 版本的 Civic RS 哦，我是一个每天在驾 Civic 的人嘛，所以这辆车好用不好用，驾起来差别在哪里，我应该最可以 feel 到的。我一开始我对这辆车的印象就是因为它是一辆 Hybrid 车嘛，所以我想象 Hybrid 车它的动力表现就必须要有近年来 Hybrid 车的那种加速爆冲感，可是有没？
我坐在旁边的感觉是跟平时坐是差不多一样。就是平时我驾我的 Civic 出门是吗？你 feel 有差别吗？乘坐体验是不讲的话 feel 不出是一辆 hybrid 车啊，不过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我是 feel 得到它是 hybrid 车。为什么？尤其是我们在松开油门的时候，会有一个 EV 车或者 hybrid 车通常都会有的一个 regeneration 的那个拉着的一个感觉。它的电池其实很小罢了，我也不指望它可以做到用 EV mode 可以驾很远，可以很长时间一直保持在 EV mode， 它做不到，它的电池小嘛，所以它的引擎一直要介入，一直要帮忙插电。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 feel 到好像在开一辆汽油车这样子，不会有很巨大的明显的感觉自己好像从 Turbo 版的 Civic 变成加一辆 EV Civic 啊，没有，它没有 EV Civic 的那种感觉啊，它还是 Civic 哦。我现在用的是一个 normal mode 来加啦，可以比较感觉到差距的就是我的 throttle 油门反应变快，这个是肯定的，因为这辆车没有压箱，它不需要从 engine 输出动力给压箱，压箱输出动力给轮子，没有，不需要，它是 engine 就是一个发电机，它帮电池充电，然后电池给摩托能源让它去驱动，所以你在慢速的时候，你一脚油门这样下去的时候，你还是可以 feel 到，这辆车确实是有力啊，不错，但是它不会维持很久，它很快就会变回好像Turbo版本的 Civic 的那一种加速感啊，它不是一直给你爆冲下去，没有啊，但是绝对是会比较省油啦。我们之前有朋友从金山开这辆车到 KL 又上了云顶下回来，他讲这个车真的是很省油，顺驾的情况下啊，我没有长时间用，我就没有办法给到这个油耗一个评价啊，但是我可以给到的这个评价呢，就是感觉驾起来跟 Turbo 版本没有太明显的差别啦。讲真的，真正明显在噪音没有 engine 声了。那你觉得这样跟平时你坐我的车是什么差别？我觉得一样，完全一样，没有其他太大的不一样的感觉嘞。这边呢？这边我觉得就是舒适性，如果以乘客来讲，确实是比较有差别啦。第一就是 NVH 方面还是会更加安静啦。如果对比起Turbo版本的话，这个 EHEV 它对于乘客来讲可能会更加friendly 一点，乘客友好，驾车人也是会感觉差别啦，因为 meter 变成全 LCD 荧幕了，然后荧幕上面可以看到的资讯，感觉上也会比汽油版本多，因为你可以看到电池几时在发力啊 ，engine 几时在发力给轮胎啊，那个就有明显的差别啊。但是平时开车不会一直去盯着那个 meter 看的啦，也不要讲我们拿它来很激烈的驾驶，平时这样子驾哦。没有什么差别啦，差别在你每个月工期变贵掉啊，因为这辆车是比汽油版本贵啊。你也是驾 Civic 的来 ，Civic 小姐姐烂仔。我不喜欢太安静的车，所以如果你给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回原本的 Turbo 车。你要声音是吗？来，我换一个 mode 给你。这辆车有 Sport mode 的 ，Sport mode 过后哦，它就会有 exhaust 声、引擎声。可是啊，是假的哦，前面有 police 不可以加速哎。刚讲只要我们0到100，烂仔。现在我们来听一下 Sport mode 的假的 engine 声啊，不知道收不收得到声音。还有换牙的声音哎，加速变成手排档，有那个换挡的声音哦，可是是假的，你一听你就知道那个声音是演出来的。不过爽啦，驾车的时候爽吗？好像有人用电话在后面开的，因为它声音感觉是从后面来的。它可是这辆车是没有任何的那个换挡的那个作动，它只是声音罢了，它还是一样很顺，好像 CVT 这样。当然它不是 CVT， 它没有牙箱，就是那个摩托在驱动罢了。Well 你们觉得怎样？我是觉得 OK 啦 ，Honda 它有想到可能我们喜欢这样的东西，它给我们这样子的东西，不是讲你喜欢声音哦，这样你听了你觉得怎样？我建议大家可以买 Civic， 可是可以自己买去改一个 exhaust 啊。不是讲 EHEV 不好啊，如果你的目的是要省油，你要载人，他们觉得很舒适、很安静。现在这样子慢速行驶，时速40的时候啊，是 EV mode， 就完全在用电，没有 engine 声的，很安静啊。如果你的另一半是不允许你改车的话，你又很想要改车哦，很想要那个感觉哦，你可以选择这一个 spec。
啊，对，你开去 Sport Mode， 你的车就自带音效了，音效罢了。试驾体验大概就先这样，以一个驾了35000公里的 Civic Turbo 版车主来评价这一台车呢，我觉得它其实没有给到我很大的 surprise。为什么没有给到我很大的 surprise 呢？我们下车再聊啦。Let's go。OK，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一辆Honda Civic EHEV 版本呢，对我来讲啊，它并没有满足我一开始对它的期待值。Hybrid 嘛，我试过很多 Hybrid 的车，包括最近刚刚发布的 PHEV 的 J7， 还有 HEV 的 H6 SUV 跟 Sedan 是不同类型的。但是我本来以为会有类似他们那一种比较接近于电动车的驾驶体验 ，Instant Torque 很强。驾起来很有冲劲啊！不过在这一台 EHEV Hybrid 版本的 Civic 上面呢，我觉得它的感受跟我的 Turbo 版本其实相差不是很大啊，反而比较明显的是可以感觉到我在收油的时候那个 Regenerate 的那一个感觉是我比较不喜欢的，不是 Civic 罢了啊，几乎所有 Hybrid 车都会有那个感觉 ，EV 车也会有，而且很明显。如果是你问我啦 ，EHEV 的 Civic 1.5 Turbo 的 Civic 怎样做选择呢？我觉得啊，我啦。如果你不想要以后面对一些亲朋戚友的质问，为什么买 Hybrid 啊？你不怕电池坏咩？电池坏了要做很贵啊！想要免去那些烦恼，虽然它不一定会坏，而且 Warranty 现在给很够力，只是不要那些烦人的问题或者那些烦恼的话，你可以买 EHEV， 因为它肯定是比较省油，而且动力表现在数据上它是比 Turbo 版本的来的更加有 Torque， 马力是差不多啦 ，Torque 确实是比较高。那当然 EHEV 版本呢，它的 Top Speed 啊，极速是比1.5 Turbo 版本来的慢一点点，所以如果你追求的是 Top Speed， 你追求的是有涡轮增压引擎，买1.5 Turbo 就 OK 了。但是还是回到那个最原本的那个前提，就是1.5 Turbo 一定会比这一台 Hybrid 版本来的更加耗油。但是在买车的时候 ，Civic Hybrid 就已经比1.5 版本的贵了，这个就你们自己衡量啦。我选择的话，两台都 OK。如果是免费的话，但是如果要我花钱的话，我应该是买1.5 Turbo 版本，因为比较便宜，马来西亚汽油也便宜 ，Top Speed 也比较高。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美的车，却有最适合你们自己的车。喜欢什么车就去 Test Drive，Test Drive 非常重要，体验它，感受它，才下决定要买哪一台车。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嘟下去。我是阿豪 ATS，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想掌握新车资讯、老车故事或者改车小贴士，关注 Rider ATS 就对了。但是如果你想要买车，一定要找我Justin小茉莉啦。引用2句 Rider ATS 常讲的话：世界上没有完美的车，但是有最适合自己的车。无论什么品牌、任何车款，只要你有兴趣，你都可以私讯我，帮你找到最适合的爱车。联络方式就在影片下方，赶快联系我吧。